呆萌可爱的鲨鱼可以搁家养吗？天哥告诉你可以。2年半前，天商在海鲜市场闲逛，看到老板娘在处理鲨鱼，看到海鲜缸里一个东西挺奇怪，一个小小的袋子里面好像有鸡蛋一样的东西。好家伙，只见老板娘熟练的在死掉的鲨鱼妈妈的肚子里掏出了一模一样的东西。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鲨鱼的卵鞘，形状像一个左右两边被拉扯开来的口罩，大约有5厘米长、3厘米宽的卵鞘，受精卵就包裹在这个坚硬的卵鞘里。老板娘说，这玩意儿没有人要，基本上都是扔掉。天上把老板娘剪下来的卵鞘都要了过来，拿回家后，第一件事是筛选，有些卵在鲨鱼妈妈肚子中就已经不健康，或者已经BBQ了，把它们和健康的卵鞘放在一起会破坏水质。左边这个是已经坏掉的，而右边这个是健康的卵，因为卵鞘是密封的，坏掉的卵不会马上流出来，所以这种腐烂的卵要尽快扔掉。那么这玩意儿怎么养呢？只需要一个60厘米的鱼缸，加一个瀑布过滤，水流比较微弱就可以。为了方便观察卵的状态，天商用 3D 打印机打印了一些支架，把支架挂在缸壁上，像晾衣服一样，把卵鞘的袋子一个个的缠绕在支架上，保持适当的间隔就可以。大滴头朝上，这还跑了一个。在大海中，鲨鱼妈妈会扭动身子，让卵鞘的卷须与海草海藻缠绕在一起。原谅天商的针线活不够精细，这也太难了。水温保持在18度左右，盐度为 1.025 左右，光线和水流都是影响孵化的原因。为了更加自然，天商还加了海边捡来的小野沙和小野石，好像晒香肠一样。忙碌了一天的天师傅终于把卵鞘都挂上去了，请忽略左下角掉下去那个。好了，一个鲨鱼卵孵化缸就搞定了。看起来这鲨鱼卵好像豆角里放了个鸭蛋黄，这玩意儿能生出小鲨鱼来吗？这不会是鲨鱼的大肠吧？1周后，天商试着不同角度的光线来照射卵鞘，看起来很奇怪。15天后，好家伙，蛋黄上面出现了一个小东西，它出现了，这就是小鲨鱼吧？3、4天后，这也太小了，看起来像个小虫子一样的东西。13天后，可以明显看到小鲨鱼在动了，下面那个大蛋黄是鲨鱼妈妈给它做的爱心午餐，靠在卵鞘里的卵黄提供营养。只有活跃的活动，血液才会在全身循环，促进生长。52天后，小鲨鱼慢慢地发育，虽然发育的时间不同，但是小鲨鱼们都在一点点的成长。61天后，小鲨鱼的形状越来越清晰，而这么久还没有孵化出宝宝的卵鞘已经是BBQ的个体了，把它们摘掉。卵鞘有微小的裂痕，水流可以通过进入卵内流动，以补充内部的氧气，而鲨鱼宝宝在扭动屁股的同时，也能促进水流的流动。77天后，过了2个多月，小鲨鱼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活跃。哇，这小鲨鱼看起来好像个6角恐龙，这是它的头发吗？这发量，天商看了都羡慕。在卵鞘里扭来扭去，动得这么剧烈，这连接蛋黄的那根带子不会断了。这也有性格差异吧？有的小鲨鱼就比较文静，不怎么动，这是咋回事？看起来没有发育完全，但是还活着。虽然有动作，但是形态和其他的兄弟们差太多，是不是卵黄的状态不好呢？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卵黄本来就很奇怪，和鲨鱼宝宝连接的上面部分是透明的，感觉是腐烂的，所以不能很好的提供营养。现在是内脏和鳃形成的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头部开始发育，会长出可爱的深渊大嘴。这个时期是最危险的时期，但是还是希望它能够出生。继续观察一下吧。95天后，现在鲨鱼宝宝的样子越来越像成体，好像是眼睛发育完成的时期。这时候鲨鱼宝宝开始不会像之前那么激烈的活动了，而是开始小心翼翼的活动。112天后，鲨鱼宝宝的鳃开始发育完成，身上的花纹也清晰可见，卵黄也开始被吸收的越来越小。不过这个时期还是会有不正常的卵，没有动静，好像是BBQ了，很可惜。125天后，鲨鱼宝宝慢慢长大，这卵鞘里也快挤不下了，它不得不弯着身子，蛋黄也快被吸收完了。偶尔卵鞘里会产生一些气泡。135天后，蛋黄几乎消失。142天后，第一条小鲨鱼诞生了。
天上把它转移到了新缸里，挺可爱的，身长大概10厘米左右，身上的颜色也慢慢变深。经过了5个月的孵化，终于取得了成功，太神奇了，见证了一个小生命的孕育过程。刚出生的小鸭子会把第一眼看见的人认作妈妈，那么天上会不会被小鲨鱼认为是男妈妈呢？这时候不能马上放生，还要继续住在鱼缸里观察一段时间，希望它在大海里可以好好的生活。好了，本期鲨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2年零6个月前，昆商在菜市场买了2个鲨鱼卵，看看能不能救活它们呢。和上次的卵不同，这次的卵长得像2个烂芒果，又像2个大河蚌，摸起来像酥皮，手感怪怪的，表面不是很硬，稍微用力就能戳破的程度。拿个灯放在后面照一下，可以看到里面的小鲨鱼已经在动来动去，鲨鱼的卵黄依稀可见。再看看另外一个，这只已经长得像个小蚯蚓了，这样鲨鱼卵看起来像个眼睛。这次孵化他们用的是一个60厘米的杯滤缸，把鲨鱼卵放入缸中。水流对于鲨鱼卵的孵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调整造浪的角度，尽量让水流动的更好一点。乍一看好像养了2只梭子蟹，把它们的安全带塞进石头下面，这样它们就不会被造浪吹跑。现在只剩下等待了，有可能孵化不出来，所以得增加观察的次数。1个月后，鲨鱼卵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动静，倒是有只小窝帮它们打扫卫生了，把卵鞘上的藻啃得非常干净。那怎么观察它们呢？用一个透明盒子放入缸内，然后把鲨鱼卵放到盒子里，先把鲨鱼卵立起来。不知道这时候的鲨鱼宝宝和1个月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呢？把手电放到后面，好家伙，和之前相比确实成长了不少，可以区分出头部和尾部的形态，真是太神奇。不过灯光不能调得太强，而且鲨鱼宝宝身子蜷缩在一起，不太方便观察。再看看第2个卵的发育情况，感觉比第1个卵长得大的多了。看那个小小的凸起，这是背鳍吗？35天后，小鲨鱼的形状越来越清晰，鳍也非常清楚了，可以看到它在用鳃呼吸。42天后，小鲨鱼身上的花纹也开始显现出来。小鲨鱼通过卵黄吸收营养，随着鲨鱼宝宝的长大，卵黄也会慢慢变小。54天后，可以看到鲨鱼卵鞘上有一个小孔，它就是通过这个小孔呼吸的吧。这里好像可以看到鲨鱼宝宝的眼睛，像一个小男孩。从现在开始，用剩下的卵黄来发育完成内脏器官。62天后，鲨鱼宝宝的大小没怎么变化，可是它好像不怎么动了，卵黄也没怎么变化。3个月后，看着鲨鱼宝宝发育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没出生，昆商决定帮他一把。卵鞘的2边形状不同，右边应该是鲨鱼出来的口，和剥瓜子皮差不多的原理，只是这鲨鱼瓜子看起来比想象中还难剥。大力出奇迹，终于撕开了个口子，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一个可爱小鲨鱼露出了他的脸。一出生就自带霸气的小眼神，还有独特的腮，即使它是一只小鲨鱼，被它咬一口也是疼的，只是这鼻孔有点粗细，看起来像二师兄，而且还有猫一样的胡子。这个就是肚脐膀，原来就是靠这个脐带吸收卵黄的营养。只看这个部分还挺像人类的，看着胖胖的小肚肚，在卵里的3个月也没饿着它。这可能是点纹斑竹鲨，最大的体长可以长到1米左右。再把它放到鱼缸里，小家伙开始四处游荡。一出生不会马上吃东西，昆商给他准备了虾肉和鱿鱼肉，作为他第一次断奶的宝宝营养餐。可是小家伙不怎么想吃的样子，而且把头转了过去，真是个逆子。昆商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你居然看都不看。出生3天后，再次给他鱿鱼肉，还是被无视了。不过随着鱿鱼肉的味道在鱼缸中扩散，小家伙开始兴奋了起来，瞬间就吃了。再吃一口，鱿鱼好像还挺符合他的口味。鲨鱼需要大量的能量才能吃饱，所以得每天喂食。还好他吃饱了，昆商也能尝尝这鱿鱼的滋味。第1个宝宝已经出生，那么另外一个鲨鱼卵什么时候能出生呢？按时间来说应该差不多了。在昆商拍摄了几天几夜后，还是不见动静。老大还挺有镜头感的，每次拍摄他都会跑过来，而且他都会带在另一个鲨鱼卵的周围。老大出生5天后，第2个鲨鱼卵终于有了动静，老二出生了，而且是瞬间就蹦了出来。
可能是钻出来的时候用力过猛，有点累了，卡在这休息一下。等了5天，终于见证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看起来非常健康，皮肤很光滑。看一下卵鞘破裂的地方，是用头顶破这里出来的，可能是卵鞘的这个地方比较脆弱吧。老大和老二游到了一起，2个鲨鱼宝宝看起来更加可爱好玩了。用手喂食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和喂狗的体验还挺像的。喂完再摸一摸它的小脑袋。老二出生的第3天，终于也断奶了。这种鲨鱼生活在海水的底层，所以它们的嘴也进化在头下方。因为鳃的结构，鲨鱼必须不断的游泳才能呼吸，而这种鲨鱼在静止的时候也能呼吸。在昆桑的悉心照料下，2只小鲨鱼都非常健康。好了，本期鲨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2年0 6个月前，鸟商又在菜市场整来一个2块钱1斤的鲨鱼卵。为什么要说又呢？放在这个60厘米的鱼缸中，看看能不能孵化出鲸鱼来呢？很明显，这是一个老虎下的蛋。很明显，这次还是条纹斑竹鲨的卵。仔细看卵里的鲨鱼宝宝，可以看到随着呼吸，它也在慢慢的动。这只鲨鱼卵有点太孤单，那必须给它整点小伙伴陪伴它。这种蓝膜挺便宜的，5毛钱俩，1块钱不卖，花7块钱给它整5只。担心小家伙们会害怕，给它们加入蓝色的背景纸，过水过温2个小时后放入缸中，一瞬间颜色就会有变化。在鱼缸顶部也加入蓝色背景纸，这样整个鱼缸瞬间就变成了蓝色的海洋。半个小时后，小鱼们终于开始慢慢适应，在缸里游来游去。加入的小蓝膜在小型鱼中算比较凶的，不过在鲨鱼宝宝面前都不算什么。1周后，小蓝膜吃起东西来挺好玩的，很快就会吃掉，而鲨鱼宝宝已经开始动得很频繁，加快速度，好像可以看到它的鱼鳍已经从一角露出来了。就连小蓝膜也都好奇的过来观察。19天后，不知道这鲨鱼宝宝多久可以孵化出生，把它转移一下角度，这样便于观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内部。20天后，鸟商早晨起来，透过相机观察鲨鱼卵，这里面怎么没动静了呢？转了一下镜头，好家伙，鲨鱼宝宝已经出生了，悄悄的就出来了，鼻子上一个黑黑的圆点，看起来像条小狗，就叫它小黑吧。它能平安出生，真是太好了。不过这鲨鱼宝宝看起来像只泥鳅，唯一像鲨鱼的地方也就这眼神了，大约有16厘米长，嘴巴撅起来，这下更像有胡子的泥鳅了，太可爱了。脸的大小和人的拇指大小差不多，它蜷缩在这个卵里慢慢长大。它是从这个口出来的，卵的壳非常柔软，原本卵上有很多丝状物可以缠绕在海藻上固定，这样就不会被海浪冲走。1天后，观察小鲨鱼的行动，刚出生1天的鲨鱼宝宝应该没啥事吧？没事走2步。它这不像是游泳，更像是在走路。那么它吃什么呢？当然是这些小蓝膜。小蓝膜每天都在叼珊瑚鲨，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这怎么越走越像隔壁吴老二了呢？把鱿鱼切成丝，那是特别美味的食物，放到小黑嘴边，一口就吞了，再来2口，鲨鱼皮都开始闪闪发光，吃3口就可以了。吃多了会消化不良，本来准备收藏起来做装饰品的鲨鱼卵，居然变成了这样，而且变臭了，有了大海的味道，闻一下就上头。5天后，鸟商给小黑准备的是这种冷冻虾肉，剪掉尾巴，去掉壳，只剩下虾肉的部分。小黑露出了他的小脸，这大概是饿了，虾肉喂到嘴上马上就吃掉了。可是在喂他第3口的时候，他又不吃了，这是想念鱿鱼的味道了吧？还是切的太大了呢？给它切成细长条的试试，放到小黑的嘴边，还是不吃呢？你这鲨鱼是正经鲨鱼吗？这怎么走路越来越像狗了呢？2天后，鸟商再次尝试喂它虾肉，可是瞬间被小蓝膜抢走了。这鲨鱼宝宝能饮吗？自然是能的，看它这个狗刨式游泳姿势就知道它多厉害了。再给它来1块虾肉，小蓝膜一点也不给鲨鱼留面子，直接就过来抢食吃。鲨鱼不发威，你把我当哈喽 dog， 抢着吃的东西才更香，真香！哎呀， 3、4天后，小黑在鸟商的精心喂养下长大了不少，
比一开始长了有几厘米。之前给他喂的都是冷冻食品，这次鸟商决定喂他点活水，培养一下他杀鱼的天性。这次准备的是3只小虾，那么小黑应该一口就可以吃掉1只吧。把小虾放到鱼缸里，因为小虾比较大，小蓝摸想吃却下不去嘴。小黑的眼神不怎么好，大部分时候是靠气味寻找猎物。他慢慢的走到虾的跟前，看了半天，总算看到小虾了。小黑张开血盆小嘴，猛地扑过去，小虾受到零伤害。倒是小蓝魔一直在追着虾跑，小黑吃到了1只虾，总算是给鲨鱼家族挽回了一些名声，只能挽回一点点。不知道他有没有牙齿，就是觉得他的嘴不太利索，再多吃一口就会被抢走。就连摇晃脑袋的那下也和狗一模一样，就把他当狗养算了。好了，本期鲨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